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可有意思了。这几年我在婚恋市场摸爬滚打，发现一个新趋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咱们大陆的优质女生越来越多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台湾男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是应了那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台湾郎，幸福一辈子？今天丽姐就给大家扒一扒这背后的故事。咱们先来看看现实情况吧。根据最新的人口数据，我国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表面上看是男多女少，但实际婚恋市场却是另一番景象。为啥说女光棍危机已经来临了呢？丽姐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虽然整体人口男性确实比女性多，但在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中，女性的数量和比例却在不断上升，而这些高素质女性的择偶标准也相应提高了。她们要找的不仅是条件对等的，更希望对方在精神层面、家庭观念上与自己契合。宁缺毋滥成了当代大龄剩女的共识，她们宁可单着，也不委屈自己找个不合适的过日子。其次，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存在。在内地，女性超过30岁还未婚，就会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不仅要面对亲友的催婚，还要忍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可台湾社会对这方面就开明多了，人家那边早就把婚姻看作是个人选择，而不是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我接触过的一位36岁的张律师就跟我抱怨过，丽姐，你知道吗？我妈现在见我同事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人家有没有合适敌对象介绍给我，搞得我都不敢带同事回家吃饭了。再来看看现实婚恋市场的情况，许多条件优秀的女性，高学历、高颜值、高收入，却迟迟找不到心仪的对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她们自身条件好，眼光自然也高；另一方面，很多内地男性在择偶时依然保留着男强女弱的传统思想，不太能接受女方条件比自己好。一个月入5万的女高管告诉我，丽姐，我约会过的男生一知道我的工作和收入，要么就开始自卑，要么就想着法儿要控制我，哪有把我当平等伴侣的？那台湾男生到底有啥魅力，能让这么多优质大陆女生芳心暗许呢？首先，别被某些网络段子误导了。台湾社会发展水平很高，人均 GDP 达到了3万多美元，在亚洲地区是数1数2的。台湾男生的经济条件普遍不错，而且非常注重生活品质，这一点吸引了很多大陆女生。其次，台湾男生的家庭观念和处事方式更符合现代女性的期待，他们普遍比较尊重女性，愿意分担家务，也更支持妻子的事业发展。在台湾，男生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女性，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让他们在婚姻中更容易建立平等关系。我服务过的一位嫁到台湾的客户小林跟我分享，丽姐，你知道我最惊讶的是什么吗？我老公会主动洗碗，而且从来不会把这当成是帮我的忙，他觉得这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在家务分配上，我们从来没有争执过。第三，台湾男生的浪漫细胞似乎格外发达，他们懂得生活中的小仪式感，会在平凡的日子里制造惊喜，比如说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或是记得每一个特殊的纪念日。这种点点滴滴的体贴，正是许多事业有成的大陆女性所渴望的。还有台湾男生说话的方式真的太有魅力了，那种温柔又不失幽默的语调，加上一些台湾特有的用语，简直让人心都要化了。你今天气色很好哦，辛苦了，没关系啦。这些看似普通的话语，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就是格外动听。我认识的台湾女婿阿伟就常常对我的客户小周说，老婆，你知道吗？每次看到你认真工作的样子，我都觉得好幸福，因为我娶到了全世界最棒的女孩。这种不吝啬表达爱意的方式，让小周每天都像是被捧在手心里。当然，两岸婚恋也不全是童话故事，还是有不少现实问题需要面对的。首先是文化差异，
虽然同文同种，但几十年的分隔还是造成了不小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差异，比如对父母赡养问题的态度、教育孩子的方式，甚至是日常用语，都可能成为摩擦点。一位嫁到台北的大陆女孩就跟我吐槽过，丽姐，刚开始我真的很不习惯，老公总是说这样不好吧，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我一直以为他是不同意，后来才发现这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其实他只是在思考而已。其次是身份认同问题，两岸关系错综复杂，不少跨海婚姻都要面对你是大陆人，你是台湾人这样的标签，有时候会给婚姻增添不必要的压力。再有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大陆女生普遍比较直接，雷厉风行，做事讲究效率，而台湾社会的节奏相对慢一些，更注重过程和体验。这种差异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导致摩擦。我有个客户小丽，刚嫁到台湾时就特别不适应。她说，丽姐，我实在受不了他们办事的速度，约个朋友吃饭要提前2周预约，去个政府部门办事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我刚开始真的很抓狂，觉得自己的时间都被浪费了。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小丽也慢慢理解了台湾社会的处事方式。她后来告诉我，现在想想，其实台湾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可取之处，他们更懂得享受当下，不会总是为了效率而忽略生活的乐趣。我老公教会了我，有时候慢一点，反而能看到更多风景。根据我们婚恋平台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寻求跨海婚恋的大陆女性数量增长了近300%，这个数字简直太惊人了。而且这些女性大多数都是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3高女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让两岸年轻人有了更多了解彼此的渠道。通过网络，大陆女生能够看到更真实的台湾社会和台湾男生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通过新闻或者影视作品中的片面印象。其次，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留学、工作等机会也增加了，这为两岸青年提供了更多相遇的可能。我认识的小文就是在台湾读研究生时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说，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台湾男生比较温柔，说话好听，但相处久了才发现，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尊重和体贴才是最打动人的。第三，大陆优质女性面临的婚恋压力确实很大，一方面是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催婚压力，另一方面是适合的对象确实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将目光投向台湾，无疑是扩大了自己的选择范围。数据显示，在我们平台上注册的3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中，超过70%都表示愿意考虑跨海婚恋。这个数字真的很能说明问题了。说了这么多，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两岸婚恋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跨越重重障碍，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1，高管丽丽与工程师阿杰。丽丽是北京一家外企的高管，年薪100万，36岁，条件不知道有多优秀。但就是这样一个女强人，在北京的婚恋市场却屡屡受挫。很多男生一听她的职位和收入，要么望而却步，要么就抱着傍大款的心态接近她。后来丽丽去台湾出差，认识了比她小3岁的工程师阿杰。阿杰的收入虽然比不上丽丽，但他从不因此感到自卑，反而很欣赏丽丽的能力和事业心。丽丽告诉我，丽姐，我第一次见到阿杰时，他正在帮同事解决电脑问题，那种专注的样子特别迷人。后来我们聊天，我发现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会问我具体做什么，遇到了什么挑战，有什么成就感。这种平等交流的感觉是我之前约会从未有过的。两人交往半年后，阿杰主动提出到北京发展，为的是减轻丽丽的压力。丽丽感动极了，最终两人决定结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生活美满幸福。故事2，教师小雨与餐厅老板阿翔。小雨是重庆的一名中学教师，31岁，性格温柔，但有些传统。他一直梦想找一个能够呵护他的伴侣，但在现实中，他要么遇到大男子主义严重的，要么就是妈宝男，让他很是苦恼。他通过一次教育交流活动认识了台湾餐厅老板阿翔，
阿翔比他大5岁，离过婚，有一个孩子。按照传统观念，阿翔可能不是最理想的对象，但小雨却被他的责任感和温柔体贴所吸引。小雨说，我第一次见阿翔是在他的餐厅，他亲自为每一位客人端茶倒水，细心询问他们的需求。后来我才知道，他的餐厅几乎所有员工都跟了他10年以上，这说明他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人。最让小雨感动的是，阿翔从不避讳自己的前婚姻，也很尊重小雨的想法和决定。他们相处的方式是平等商量，而不是一方命令，另一方服从。现在，小雨已经移居台湾，和阿翔一起经营餐厅，也成了阿翔孩子的好朋友。他说，台湾的生活节奏慢一些，但是幸福指数高多了。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当然，跨海婚恋不全是童话故事，也面临着不少现实挑战。首先是居住地的选择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移居台湾？这个决定往往会影响到工作、生活方式、社交圈等多个方面。很多情侣在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导致关系破裂。其次是原生家庭的接纳程度。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一些长辈可能会对两岸婚姻持保留态度，这给年轻人增加了不少压力。我的客户小周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父亲是退伍军人，对台湾有自己的看法，一开始非常反对他和台湾男友阿伟的关系，小周为此伤心了很久，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这段感情。幸运的是，阿伟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诚意，他主动到内地拜访小周的父亲，了解老人家的兴趣爱好，尊重他的生活习惯。通过几次真诚的交流，阿伟最终赢得了老人家的认可。小周的父亲现在已经把阿伟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了。再有就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问题。许多大陆女性在职场上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如果因为婚姻而移居台湾，就可能面临重新开始的挑战。如何在新环境中继续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否要为家庭放弃事业，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我认识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刘姐，嫁到台湾后，因为语言习惯和人脉关系的差异，无法在原来的行业继续发展。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和不适应，最终决定转型做自媒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有意跨海婚恋的女性提供参考和建议。现在，刘姐的自媒体账号已经有了几十万粉丝，她找到了新的事业方向，也帮助了很多和她有类似经历的女性。她常说，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全力以赴的决定。无论是为了爱情还是事业，我们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然后勇敢地走下去。说起两岸婚恋，不得不提的就是文化差异了。虽然同属中华文化圈，但长期的分隔发展还是造成了不少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首先是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大陆人说话比较直接，有什么说什么，而台湾人则更含蓄委婉，喜欢用可能、或许、差不多等词语来表达。这种差异如果不能相互理解，很容易导致沟通上的误会。我的客户小林就曾向我抱怨，丽姐，我跟我老公说话简直是鸡同鸭讲。我问他想不想吃火锅，他回答还好。这到底是想吃还是不想吃啊？后来我才知道，在台湾还好就是可以接受的意思，而不是我理解的一般般。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比如饮食习惯，大陆各地口味差异很大，有的喜欢麻辣，有的喜欢清淡，而台湾饮食则大多偏甜，这也需要双方相互适应。再比如社交方式，台湾人非常看重面子问题，社交场合讲究谦让和礼数，而大陆人则相对直爽，重视效率和实际。这种差异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我认识的一对两岸夫妻就因为这个问题闹过不愉快。台湾老公习惯在朋友聚会时先询问每个人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而大陆妻子则习惯直接拍板，觉得这样效率高。两人因此经常起争执，妻子觉得丈夫优柔寡断，丈夫则认为妻子不尊重他人。后来在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下，他们找到了平衡点，私下决定自己的事情时，采用妻子的直接方式，涉及到社交场合，则尊重丈夫的处事方式。文化差异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愿意理解和接纳对方。只要双方都能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文化差异反而会成为婚姻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想给有意尝试两岸婚恋的女性朋友们一些建议。首先，了解真实的台湾，不要被网络上的片面信息误导，也不要过分理想化台湾男生。台湾社会和大陆一样，有各种各样的人，不是所有台湾男生都是偶像剧里的男主角。在跨海婚恋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小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看了很多台湾偶像剧，对台湾男生抱有非常理想化的幻想，结果真正交往后才发现，现实中的台湾男生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有些也会大男子主义，有些也会妈宝，这让她非常失望。所以，保持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很重要。其次，重视沟通。两岸在语言表达、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双方更加耐心地倾听和理解对方，不要轻易做出判断，多给对方解释的机会。再有就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跨海婚恋意味着至少有一方需要离开熟悉的环境，适应新的生活。这个过程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包括工作、社交、家庭关系等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挑战的决心，很容易在面临困难时选择放弃。我认识的一位成功案例，小林，就是因为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才顺利度过了适应期。她在决定嫁到台湾之前，专门去台湾生活了半年，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结交了一些当地朋友。这样，当她正式移居台湾后，就不会感到那么陌生和不适应了。最后，珍惜缘分，但也不要盲目将就。无论是两岸婚恋还是大陆内部的婚恋，最重要的是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不要因为对方是台湾人就盲目崇拜，也不要因为跨海婚恋可能面临的困难就轻言放弃。记住，婚姻是两个人的事，而不是两个地区的事。只要两人真心相爱，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无论来自哪里，都能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作为一名婚恋顾问，我每天都在关注婚恋市场的变化和趋势。在我看来，未来两岸婚恋会有以下几个发展方向。首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两岸交流的增多，两岸青年相遇的机会会越来越多，跨海婚恋的数量也会持续增长，特别是在高学历、高收入人群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其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两岸对于婚恋的看法会逐渐趋同。比如，台湾社会对大龄未婚的包容度较高，这种开明的态度也会逐渐影响大陆社会，减轻大龄剩女的社会压力。再有就是婚恋市场会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相亲介绍，网络平台、交友软件、兴趣社群等都会成为两岸青年相识的渠道，这为有跨海婚恋意向的人提供了更多选择。最后，我相信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会更加全面和客观，这有助于减少跨海婚恋中的误解和摩擦，提高婚姻的稳定性和幸福感。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幸福没有地域限制，无论是大陆男生、台湾男生，还是其他地区的男生，只要两人真心相爱、相互尊重，都能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有更多机会认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这是一种幸运，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更多的选择和更复杂的问题，这是一种挑战。作为一名婚恋顾问，我的职责不仅是帮助单身男女找到合适的伴侣，更是帮助他们理清自己的需求和期待，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希望每一个渴望爱情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对的人，无论他来自哪里，也希望每一段跨海恋情都能经得起时间和距离的考验，最终修成正果。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